可以确定的是，有21个人的档案不见了。那么按照常理来推断，这2起火警的纵火人应该就在这21个人当中。那这么说，你也有嫌疑了？有，我看这名单上的21个人里，我嫌疑最大。开玩笑。和我的人品一样，都是实心的。那今天的会就先开到这儿吧。好，进来。啊，有什么发现？在耶律齐身上，确实没有发现档案。但我认为是被他藏起来了。你回头啊，把你和耶律齐的谈话记录拿给我看一下。是。哎，大胡子，我呀收到了一个线报，有个电影明星叫房凤，他跟军统保密局盐城站的站长马扶摇有过一段露水之缘。你们政保组不一直在抓马扶摇吗？这个档案里有资料和他的照片，看能不能对你们有所帮助。加油啊！谢谢。不客气。哎，大娘，去哪儿？我送点饭，马上就出。不行，没有本人出来接待，访客一律不得入内。我送点吃的进去，我马上就出来。不行，大娘，不行。您说您怎么这样？我，哎呦，他季大哥，哎，您跟他说说。哎，不是，哎，大娘，这么晚了，您怎么上这儿来了？哎呀，我儿子到现在还没回家，我这不放心吗？今我给他送点吃的。琪琪的事儿这么快传你那儿去了？他真出事了。三公，这事儿您必须得告诉我，您怎么会这么快知道消息呢？我不知道啊，他这不是没回家吃饭吗？我这不是着急，我就不放心呐。行行，您别着急。那这样，我跟您说，但您别可处说去啊。军管会档案室着火了，丢了几个人的档案，其中有他的档案，所以他得接受调查。我的档案也不见了，每个人都得接受调查。他明天应该就能回家去了，放心吧。真的明天就能回来啊？那您可得给我保证，你们不能对他动刑吧？三姑，看您说的，他是我亲弟弟，能对他动刑吗？你放心吧，这大冷天的，您别在这儿站着吧，赶紧回去吧。那把这个给他，还热乎着呢，你让他吃口。行，晚饭啊，我给他送过去了，这个让他吃宵夜，好吧？赶紧回去啊！哎，听话。耶律啊，你和孙大虎的谈话记录我已经看过了。
不能叫谈话记录，应该叫审讯记录。我觉得你们俩聊得挺好啊。你是不是想告诉我们，你是通过经验才知道垃圾箱有问题的？就像孙组长能够判断出枪声的位置一样，凭的是经验。我在旧社会为警察局破获了932起刑事案件，其中有101起是纵火案。你是不是看过自己档案了，记得这么清楚？孙组长，听说你来这里以前是连长、营长，可敬，立过功吗？特等功2次，1等功5次，2等功15次。记这么清楚，难不成你也把档案从部队里偷出来压在枕头底下了？人对于荣誉，即便自己说很不在乎，那也是如数家珍，这个不用看档案。我在这里强调的不是荣誉，是我在这101起纵火案里学到的知识。说得很好啊，一律啊，我们都没搞过刑侦，也没什么经验，你能不能给我们上一课啊？啊，说说看，你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发现垃圾箱有问题呢？那还得感谢许小姐。哎，同志，许同志。在我打算离开档案室之前，我准备把一堆废报纸扔到垃圾箱里，可是许同志不同意，他觉得纸张珍贵，可以重复利用。既然如此，那垃圾箱里怎么会出现比废报纸还珍贵的牛皮纸呢？更重要的是，我闻到了汽油味儿，这里又不是车库，怎么会有汽油味儿？还有一股奇怪的蒜味儿，但我马上知道那不是蒜味儿，那是白磷的味道。汽油、牛皮纸、白磷，近在咫尺的档案室。这一切都说明了一个简单的可能性：纵火。我觉得合情合理啊。处座，处长或者秦天明同志，谢谢你的提醒。组长或者孙大虎同志。处长，我想听听你对这2起纵火案的看法。那行，那我就说说看，要是说的不对，你随时补充。说吧。首先我觉得，这2起纵火案针对的都是档案室。既然我们的敌人能够混入军管会的大楼，其实他完全可以选择更具有破坏力的炸药，甚至是炸弹来进行破坏，可他偏偏选择的是燃烧装置。既然他选择燃烧装置，这说明他针对的是档案室的文件，而不是人员。所以我就觉得，档案室的文件里一定藏有某个人，甚至是某几个人的秘密。我说的对吗？接着说。哎，你腿不瘸了？哦，对。首先第1起是一个发烟装置，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人干的，因为他通过调虎离山的方法，从档案室偷走了21份档案底卡。只可惜，因为我们没有经验，没有及早的发现档案室失窃。至于第2回燃烧装置，这很显然是另一个人所为，因为这个人的胃口比第1个人的大，他想将整个档案室付之一炬，甚至包括档案室内的小许。只不过他没有成功。那也可能包括我呀，他或者他们也不能确定我到底在不在档案室里，对吗？那你有什么价值？真有可能是针对小许和档案室。哎，不对呀，你的纵火嫌疑还没排除呢。那我完全可以把灭火的方法晚一点再想出来，我的计谋不就得逞了吗？处长，也许这2起纵火案
都是同一个人干的呢？你想啊，第一种可能，他第一次进去偷出了档案，一看不是自己的，然后他进去把那些档案全烧了。还有一种可能，他进去以后偷出了自己的档案，烧了以后一想，将来一查不就把他给查出来了吗？然后他进去把所有档案全烧了。这叫毁灭证据。这种可能性应该基本排除了吧？爷爷，你说呢？我只能说山外有山。处长，那我就可以走了？当然可以。啊，对了，我有些事情想要跟你说，去我办公室吧。那不行，我已经出来一晚上了，我妈肯定在家着急坏了。这都多大了，还妈的！大妈，这大冷天的，您怎么还在外边啊？净站着说话不腰疼，家里没吃的了，不在外边干嘛呀？不在家等死啊我？瞧您说的，现在是新社会了，这困难都是暂时的，人民政权不会让您饿死的。哎呀，爷李琦很小的时候就没有了父亲，是他母亲一手带大的，这种情感我们应该能够理解。处长，我1岁多爹娘就死了，全家10几口人被杀了，我也没像他这样啊。你以为每个人都像你一样是个战斗英雄啊？我告诉你，季连才跟我说过，在旧社会，连警察局长见了他都要让3分呢。怎么，我们共产党人的胸襟还比不上一个伪警察局长？哼，能比上？多给他点时间。哎，大妈，这样，您帮我掏掏这兜。干嘛呀？您帮我拿一下。我可不拿，我这手齁脏的，我不给你拿。没事儿，来，麻烦您了，您帮我掏一下这兜。我掏了啊。啊。您帮我打开吧。打开干嘛呀？哎，您打开吧。干嘛呀？这里边钱您拿着。呦，我可不敢拿。我拿了你这钱，待会儿该说我偷的了。你快给拿走吧，我不要。那这样，您帮我抱着，哎，您帮我抱着，哎，好，给您的，好了，谢谢。大冷天的，您赶紧回去吧，啊，谢谢你。儿子啊，你可真行！这一宿都快把妈急死了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？你在干什么？废话，我要不穿成这样，人家根本就不让我在这儿待着，老轰我。回去再收拾你。去，回去。干嘛呀？行了吧，你前面走，省得我到时候给你丢人。我要嫌你丢人，我就不过来了。快，上来。腿行吗？哎呀，演的我都累死了，快上来。呀，哎，你呀，你回去要饭去得了。
你听我解释，我前2天让共产党给拘留了，家里的银元还有钞票全都给没收。张先生，看来你是舍命不舍财了。我求你，你再容我几天吧。容你去向共产党报告吗？再磕，你还不求求他老人家你？好了，我是靠智慧吃饭的。妈，我先睡了。这别走，我还没跟你说完话呢。我一宿没睡了。我还一宿没睡了呢。也就你不愿意听我说话，你到外面打听打听去，人家全都排着队等着我，这是给他们掐算呢。说。你瞧瞧这一宿把妈给急的。也亏您想得出来。我不想得出来怎么办呢？我告诉你啊，咱们这差事咱不能干了，人给多少钱咱都不干了。我跟你说，我跟你着不了这急。政府断了你的财路，你再断了我的财路，咱俩喝西北风去啊？喝西北风也比挨枪子儿强啊！我又没挨枪子儿啊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好好什么呀？等出了事就晚了。哎，共产党还是讲道理的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所以人讲道理，人捐了你一宿，人一点都不冤。我告诉你吧，儿子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把你们局子里边不该拿的东西拿回家里来了？谁跟你说的？你说呢？你妈谁呀？我掐算出来的。哦，厉害！真想打你我。刚给我赏钱的那闺女，那也是共军啊？那是我的顶头上司。那倒是挺好的。从民国到伪满，我还没见过这么和善的这个官差呢。有没有婆家的？您掐指算一下。哎呀，我真想打你！人家有没有婆家也不会跟我报告啊。不是儿子，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把局子里的东西拿家里边来烧啊？哦，睡觉去喽。你回来，你就气我吧！我告诉你吧，你哪天把我气死，你就高兴了。死者张景发是股票市场的一个掮客，案发前一周，因为倒卖银元，受到了拘留处理。案发现场是张景发家中书房，致死凶器是一把史密斯威森牌手枪，经家属确认是死者本人解放前从一个国民党败兵手中购得，解放后一直没有上交。现场门窗紧闭，没有发现外人侵入迹象。胸腔的枪柄上只有死者的指纹，所以我们负责勘测现场的同志得出的结论是畏罪自杀。但是我个人不同意这个结论。现场发现的胸腔上只有死者一个人的指纹，可恰恰是指纹让我发现了破绽，破绽就在弹巢。大家请看，我这里有一把左轮手枪，弹巢的位置在这儿。我们只要是想要装弹，不管用哪个手指，都一定会在弹巢上留下自己的指纹，而现场的胸腔的弹巢上却没有指纹。难道是死者自己擦去了指纹吗？一个想要自杀的人为什么要费这个力气呢？所以我的结论是，有人枪杀了张景发，
之后擦去了自己的指纹，并把手枪塞回在死者的手里。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，他擦得太仔细了，居然忘了在那把枪的弹巢上留下1、2个张景发的指纹。季组长真是经验丰富啊，厉害。这些只是推测，具体是怎么样呢？还要等凶手落网以后才能印证。不过处长，现在我这儿缺少有刑侦经验的人员，而我手上又有几个大案子，您看，我明白了，这件事儿我来帮你想办法。好，谢谢处长。哎，老师，叶绿旗，处长，你在这儿待着挺悠闲啊。没有啊，我也在关心国家大事啊，大脑不停地在转动着。我说你整天这样待着，觉不觉得憋闷呢？不闷，挺好的。我记得你曾经说过，破案对于你来说，就像是生命中的什么？呼吸。对呀，你看你整天这样待着，不呼不吸的，多憋闷呢。我今天找你啊，就是来说这个事儿，你好好考虑一下，毕竟你是一个破案高手啊！你整天这样待着，这么年轻，多憋闷呢。小许同志比我还年轻啊。小许的情况比较特殊，他在档案室也是暂时的。他已经跟我提出来了，他要到第一线参加侦破工作。叶烈同志，到时候麻烦你把你的看家本领都传授给我。那要照这么说，我还不如开个学校去呢。到时候天底下的人都能像我一样去探案。可惜呢，探案这事儿吧，得靠天分，学是学不来的。我还是希望你能够认真的考虑一下，好吗？你要是有什么想法的话，可以随时找我聊。好。好，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了，走吧，去食堂。处长再见。处长再见。什么情况啊？这才刚几天啊，又被孤立了？什么叫孤立啊？我这叫道不同不相为谋。你呀，煮熟的鸭子嘴硬，你人都回来的好好的不行吗？我就是混口饭吃。人秦处长亲自请你都请不动，这么不愿意为新中国出力啊？哎，你不神探吗？不野驴吗？怎么变家巧了？我就是家巧，不懂你们的鸿鹄之志，给我个屋檐就行。跟你好好说话不行是吧？吃饭。朱氏，你是不是菜里放辣椒了？是啊，不是说共产党的干部都爱吃辣椒吗？秦处长他例外，你记住了，以后秦处长的饭菜你一粒辣椒也不能放。处长，朕对不住。小伙，没事。
哎，自作孽不可活呀！我这样的还能有什么出路？你啊，这叫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我们共产党人就这点胸襟啊！秦处长要是真记恨你，就不会3番5次请你出山了。那是因为我有才，还因为我有貌呢。哎，小武，处长这个病根怎么落下的？你还不知道呢，大虎哥，咱秦处长在解放前就是被耶律灌的辣椒水才落下的病根儿。你说正事儿呢？他不会吧？我还能骗你咋的？季处长跟秦处长在一块儿吃饭的时候，我就在旁边亲耳听到的。啊？说真的啊，你还准备在档案室里窝多久啊？想窝多久窝多久。别装了，我不了解你，憋不死你。我得收拾收拾这小子。打球，不是你的人生第2大爱好吗？第3大，破案、喝酒、打球。野驴，人民政府的饭儿端上了，怎么打算的？革命到底呗。好。可是怎么表现你的革命热情呢？党指到哪儿，我打到哪儿，行了吗？不用这么复杂。不吃辣椒不革命，来，表现一下。胆小鬼，要不要把你拐杖拿来？3条腿跑得更快。哎，不是，哦，别吃了，嘿，射，别吃了，别，大虎，嘿，射，别吃了，你别忘了，你是共产党干部，别吃了，我现在有非常重要的案子要跟你说。走，吃死你！你跑啊！
跑？还往哪儿跑？不跑了？你怎么不跑了你啊？散开！哪儿跑了你？散开！军管会办案。军管会办案。军管会办案，走开！小后退！好，走。你偷什么东西了？拿出来！这枪啊！哎，你不是说来呀？你快点啊！怎么胆子这么小啊？你倒是快起来呀！快点起来啊！都走了，你还在这儿？胆子这么小？你不抓贼的吗？起来！胆子这么小啊？丢不丢人啊？你干嘛呢？起来！起来！起来！抓贼呢还？你看这个样子也太小了，胆子小的不得了。还军管会的，你抓呀！假的吧？这跑了！快去追呀！假的！哎，还军管会的？我看那肯定是冒充的吧你？肯定是冒充军管会的。跟我比赛吃辣椒的时候，不是挺能耐的吗？一遇到坏人，就地卧倒，你丢不丢人？哎，你这人真是没脸没皮的啊！这时候不要命，要脸给谁看？难怪老百姓说你贪生怕死，胆小如鼠，一身旧社会的臭毛病。拜托，人家手上拿着枪呢，我跑过去当人肉盾吗？人家一枪要是把我打死了，你就觉得有面子了吗？我既然是你们军管会调来的人，为什么不给我配武器？都有枪，就我没枪，我被打死了怎么办？你们特殊对待我，我为什么不能特殊对待我自己呢？我既然是另类，我为什么要和你们一样呢？嫌我丢人了，不是我要来这儿的，是你们处长请我来这儿的。我现在手无寸铁，和老百姓有什么区别？叶立奇，哎，处长，你在这儿呢。早知道你在这儿，我就不这么说了。你回头好好检查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地方也受伤了啊。孙大红，你跟我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打锦州的时候，我的枪打坏了，我用牙还咬死过一个敌人呢。哎呀，叶立奇参加革命那才几天呢？啊，你怎么能用一个特等战斗英雄的要求来要求他呢？这点不公平。再说了，现在的斗争这么复杂，我们不给他们配枪，这确实有点不近人情了。外聘人员在没有通过审查之前，不能配发武器，这是上级的规定。这我知道。这样吧，我回头跟他好好聊聊。那个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我帮你检查一下。啊，没事儿。干咱们这行的，身上受点伤算什么呀？以前受的伤多了。有事儿你就说话，别挺着，我帮你检查一下吧。谢谢你啊。谢我什么呀？我还没帮你检查呢。我是谢你今天给我倒的那杯水。啊，是怕你拉坏了影响工作。其实也不是谢那杯水，谢你在水里给我撒的那把冰糖。水本来是冲给我自己喝的。啊，那就谢你给我输的血。那是我作为医生的天职。怎么着，你还不让我欠点什么？本来想让你教我破案还债的，可你也不愿意还呀。没问题啊，你让我心里欠点什么，我反而更有动力教你。那
欠我点什么呢？咱们再来一遍。谢谢你给我输的血，谢谢你给我倒的那杯水，更要谢谢你在水里给我撒的那把冰糖。不客气。啊，小许，老师，处长，小许这是怎么了？小许去买冰糖了。叶立奇啊，你懂不懂修理枪械？懂啊。那你看看这个，马牌撸子呀，我以前用过它。那时候他们让我去台湾，我不想去，就给我没收掉了。我这个枪啊有点小毛病，总容易卡壳，你帮我看看。好。不卡呀？我这把枪嘛，什么时候卡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有点小毛病。哎，这样吧，这把枪先放在你这儿，你平时呢经常使用一下，兴许就可以发现毛病了。这个弹夹也归你。哦。哈哈。花，哎，别闹。行，面子不小啊。这是秦处的枪吗？那是，想让驴拉磨，怎么也得给根萝卜吃呀。你这个人啊，你坏就坏在你那张嘴上。怎么样，昨天那辣椒吃的还过瘾吗？不是我说你啊，人要想赢得别人的尊重，首先得尊重自己啊。你说你神探耶律齐，长得这么英俊，脑子又好使，你看看你昨天在食堂里面跟大伙闹成那个样子，那么多人，除了我，谁站出来跟你说一句话了？说不说话又能怎么样？你要是这样啊，你以后连个老婆都找不着。新社会了，谁还愿意找一个这个装伤员炮兵号的落后分子啊？唉，那我有什么办法呀？他们又不相信我。谁不相信你啊？秦处把自己的枪都给你了，他这么做是违反纪律的，还能怎么相信你啊？也是。说来真是惭愧啊！你说咱们俩共事这么多年，我都不知道你是个共产党。看来我还真不适合在官场混。那你教教我该怎么做呀？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，谁还没有点毛病啊？对吧？一白遮百丑。要我说，拿出自己的能耐来，破几个大案要案，到时候谁还会瞧不起你？让我教你啊，马上调到我们安保组，实现自己的价值。点头了啊，点头了。进来。刘乡里，那个女人又来了。哪个？就是那个张太太。你好，张太太。刘乡里啊，麻烦您再帮我查一下吧。
您前天来过，我就帮您查了，碧航真没有您丈夫张景发的账户。可是我们也是殷实之家呀，撒手西归，1分钱都没给家里留，这实在不合情理呀。月光下的城，北风中是谁的白雪皑皑，凌乱的脚印，冻僵的行李不必打开，免得逃避难为情。船死都不愿改不掉总是对我很慷慨，交给我的心习惯了偏执的距离，一再小心也逃不过易碎的命。在哪里等着你来把这心打开，别说你不怕被害，在哪里等着你回来去也许不该错过彼此的精彩。总是对你很慷慨，交给你的心，天真的跑进风里，不再小心，一路上逆风而行。在哪里等着你来把这心打开，说你不愿被爱，在哪里等着你回来去也许不该错过彼此的精彩，在哪里等着你来把这心打开，别说你不愿被爱，在哪里等着你回来去也许不该错过彼此的精彩。或是不该，那么一定是精彩，精彩的不该。